一天晚上，在黑暗中，我跪在床前，正准备为我的孩子祈祷时，奇怪的事发生了。我的周围变成一片光明，在明亮的光中，我看到一片美丽的风景，一座高山在我眼前。我知道这条路就是通往上帝的路，我毫不犹豫地沿着石阶上去。我越爬越高，毫不疲倦地一直走到荒凉的山顶上。最后，我来到一个只有7个阶梯，但每一阶都比前面的一阶高出1倍。在那碧蓝的天空下，我独自站在这7个阶梯前，知道我必须爬上去。我深深叹口气，也深信造物主给他每一个孩子力量。对我而言，这力量指的是爬到梯子的顶端。第1阶很低，我很容易就上去了。第2梯阶高一些，但它唤醒我的中枢神经，我很快就上去了。第3梯阶就明显高多了，要克服它，我必须克服我的感觉。当我掌握了我的感觉时，我就在第3阶上了。面对第4梯阶时，它的高度使我产生疑惑：我有足够的力量上去吗？我知道疑惑使我虚弱与麻痹，疑惑是一种思想，因此我必须克服我的思想以便控制疑惑。感谢庙宇中那漫长的训练，我集来了灵魂的力量，对上帝的绝对的心，不去想任何事。突然间，我上了第4梯阶。奇异的是，我感到自己每上一层就随之壮大一点。现在我面对第5个梯阶，虽然我比从第1个梯阶要开始往上爬时壮大了许多，但这一梯阶的高度使我必须用尽双手与双脚的力量。就在我艰难地向上攀登上了第5梯阶时，意外地感到自己的身体消失了，我成为一个无形的灵性体。第6梯阶非常非常的高，新的挑战来了。我没有身体，没有手可以攀，没有可以把我向上推的脚，我要用什么上去呢？我四处看，想找出一个方法。突然间，我看到整个世界在我脚下，一个乡村接一个乡村，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，像小小的玩具一样的呈现着。无数的人住在无数的房子里，一种对他们无尽的爱涌现在我的心头。我为这些人需要经历漫长的旅程，艰辛地在学习与认知的路上蹒跚而行感到心痛。无数的人感到他们的前途是黑暗的，他们像我以前那样，被自己的私欲所困着时，宇宙圣爱泉涌般地涌进我的心，充满我整个存在。我很讶异地发现自己已在第6个梯阶上，现在只剩最后的1个梯阶要上去。我是如此渴望上到那最上面去，我必须付出一切代价上去。神就在那上面，我一定要进入它之内。但这梯阶与我一样高，我一筹莫展。我站在那儿苦苦思索，想不出办法。这时我惊异地发现，一个与我相似的存在也上到这第6个梯阶。他祈求我帮他的忙，让他可以上到第7阶。我了解他那种极端的渴望，我忘了自己也是那么的渴望上去。我试着帮助他，然而就在我忘了自己的欲望时，骤然发现自己站在第7个阶梯上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上去的。刚才出现在我眼前的存在，不留痕迹地消失了。它是来帮助我放下浮后的自我的一个幻影。只要我想爬上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，我便永远无法克服那与我一样高的最后一阶。我到了。这时我看到一个极其优美的存在，焕发着耀眼的光芒。它是与我相对应的一半，它那无可抵挡的吸引力使我心刻万分地走向它，完全融入在它的胸怀中。我知道它就是我，我就是它，是我真实的神圣自我所投射出来的影像。在二元性的世界中，我总是感到神与我是不同的，他是他。现在
在这天堂的合一中，我感到这股我称之为神的无形力量，闪电般的成为我自己。我感到自己中轴有如一个纯白的、炽热的弓，像一道桥般的形成我目前的生命，经由我7个能量中心点，焕发灿烂的光，使我的身体充满生命力。这时，时间消失了，我看到一列长长的、不同的生命形式，那是我从无始以来，首度从天堂的合一中跌落开始，到现在这一时刻，一再轮转的生命。我看到自己那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无数生命，不可分离地串联在同一个灵魂上。新的关系从过去生命的种种事件中浮现，形成一个新的连结，新的发展，相辅相成。每一次的生命像一颗小小的宝石，完美地镶嵌成一幅美丽的图案。我看到使我与我相对应的另一半，普塔霍特普、法老 Adonis、伊玛、波葛汉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人连结的线。我清楚地看到这些线是如何超越时空地将我们连结在一起，那些比我们更进展的灵魂是如何地在帮助我们，我们彼此间又是如何的互相帮助，以及那起尚未进展的灵魂在地球灵性化中的伟大使命。在无数轮转的生命中，我们相互间所带给彼此的经验，帮助我们扩展并深入我们的身体意识，使栖息在我们身体的灵性日益增长，更为美丽。在过去的生命中，我们所带给彼此的经验，强化了我们不同组合的物质显现，使之更具弹性，更能致现神圣自我的意识，更能焕发灵性之光，直到整个身体成为服从其至自我的仆人，不再阻隔或遮蔽来自灵魂自信之光。我了解金字塔的奥秘，现在我成为金字塔本身，只是我以自己的身体为立足点，不断地展现神的显象创造。周围的一切，地球、天空，整个宇宙都融合成一团巨大的火海，火焰环绕着我。刹那间，我感到自己与整个宇宙都被毁了似的。电光闪烁，我的血管爆出噼噼啪啪的响声，仿佛被火烧成灰烬。突然间，一切都改变了。那火已不再燃烧我的身体，而是我在这天堂的火焰中。它穿透每一事物，赋予每一事物生命，强化每一事物。这光从自我的内在中升起，充满了每一事物。我已不受地球所影响，它那羁绊我的吸引力停止了。我漂浮在虚无中，我的存在已不再有任何局限。我现在与那吸引力成为一体，但已不再被任何事物所束缚，不再有任何事物可以吸引我。我寻找那些我所爱的人，但周围只是一片空白，因此我的注意力转向我的内在。这时骤然发现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事都活在我之内，宇宙也在我之内，所有的生命都充满在我之内。我爱每一事物，我爱我自己。突然间，我明白，以前我之所以有不喜爱的人或事物，是因为我还没有认知到我的内在自我。一旦我全面认知自己，我便会爱一切事物，平等地爱所有的人，因为我与他们是一体的。我在一切事物之中，我是圆满的，充满永恒之光，是不的存在，没有挣扎，没有悔恨，没有苦难，没有腐朽，没有结束，没有死亡。我展开了一个新的生命形式，回到永恒的、创造性的神圣自我。我理解时间与空间的世界只是外在的创造，它像磁片一样不停地旋转，但是我的内在自我是没有时间与空间的永恒。当我静止在我自身之内，我的永恒存在充满着这空间，以及所有生活在其中的生命。我是唯一的实相，我是生命，我是即我是。